最近我发现自己貌似觉醒了一个特殊能力，我能瞧见别人的出轨率。要是这出轨率到了100%时，那就意味着这人出轨了。而且进度条后面还会有个数字，代表这人出轨的次数。当我看到老公头顶的出轨次数变成6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就跟他离了婚。可他的现任女友竟跑来向我示威，瞅着对方头上那醒目的1996，我真心祝愿前夫幸福。几年后，看着前夫带着3个孩子，跟小三一家5口过得其乐融融，我笑眯眯地对他说，当年体检的时候，你的报告上可是显示不孕不育呢。忍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到了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了。前夫的脸瞬间就绿了。刚开始，我老公沈国璋头顶的出轨率一直维持在30%上下，这在正常范围内。人都有7情6欲嘛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只要能控制实际行动，不被欲望左右就行。我自己看到高大帅气的偶像明星时，有时也会心跳加速，幻想些不能说的画面呢。只要没真出轨，这年头谁没个初恋白月光呀？我老公以前是田径运动员，还参加过全运会，后来因伤病退役，在健身房当教练。我和他相识在公司团建后的晚上，大半夜我回家时被几个醉汉纠缠，沈国璋出现，3拳2脚打倒醉汉，却因出手太冲被警方拘留。我过意不去，每天去警局探望，一来二去被他的真诚打动，成了男女朋友。2年后，他向我求婚，我们在亲友祝福下步入婚姻殿堂。老公身材高大帅气，又是专业运动员出身，当健身教练薪水也不错。闺蜜常提醒我，这样的男人身边诱惑多，让我盯紧点。可我觉得跟他恋爱2年，看清了他。如果他想出轨，健身房那么多优质女性，机会多的是。现在我有了这特殊能力，看到老公出轨次数为0，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。老公没背叛婚姻，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我原以为能平凡幸福过一辈子，可我错了。最近几天，老公头顶的出轨进度条每天都在变高，短短1个月，出轨率超过90%，直奔95%。我猜到点原因，可不敢相信那个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男人这么快变心。我决定去他工作的健身房看看。我猜那个让沈国璋动摇的女人，多半是健身房的女学员。男人出轨有时是一时冲动，我若及时介入，打消他的冲动，婚姻还有救。要是啥也不做，等他真出轨了再责备，最痛快的就是小三。来到健身房门口玩手机的私教小哥看到我，脸色变了。嫂子，你咋来了？沈哥在上课呢，要不我带你去休息室坐会儿，我有急事找他。他人呢？沈哥在舞蹈教室上课，30几个学员跟着跳操呢。我走到舞蹈教室，外面是全景玻璃，能看到里面情况。沈国璋穿着运动背心和短裤，正挥汗如雨领操，后面一群学员大多是女的，也有几个男的。女学员有身材好的都市女白领，也有中年大妈。沈国璋带着学员喊口号，表情兴奋，可他扭头看到我，脸上不是惊喜，是惊吓。他赶紧叫同事代课，快步跑出来。小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着他心虚的表情，故意呛他，你忘了今天啥日子了？沈国璋紧张的想半天，啥也想不起来，直冒汗。也不怪他，今天根本不是啥重要纪念日，我瞎编的。可要是以前他没鬼的时候，肯定2手一摊，说不知道。但现在他太紧张了，说话都不利索，被我这突然袭击乱了阵脚。我转头看舞蹈教室，余光发现沈国璋更紧张了。这时我看到教室里其他人都在认真跟练，只有一个女人时不时往外张望。我眼神凝固，觉得这女人有点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啥时候见过。我扭头看沈国璋，生气道，今天是你对我表白4周年纪念日，你忘了？沈国璋恍然大悟，啊，对不起老婆，我真忙忘了。要不我们现在走，你说去哪儿玩？我督ý你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算了，本来想给你惊喜，结果你啥都忘了，回去睡觉。沈国璋在我身边一阵甜言蜜语，半推半就把我带出健身房。走在路上，看他心不在焉，再看他头顶出轨率降到50%左右，我松了口气。估计他现在心虚得很，关键时刻被我吓着，酝酿1个月的胆子又没了。看我不把他吓萎了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不从根源解决，总有一天他心里的小火苗还会烧起来。回到家，沈国璋使出浑身解数，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。我喜欢他，多半是因为他像老黄牛一样有战斗力。一个男人能在床上把女人伺候好，就能忽略生活中大部分不如意。看他这么积极，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让我失望的是，沈国璋跟我完事之后，我看到他头顶的出轨率又开始涨。等他洗完澡出来，出轨率又回到90%左右，我心态崩了。老娘就这么没魅力，还是他把我当成健身房那个女人了？我忍住脾气，呼呼大睡。第2天下班后，我又直奔沈国璋的健身房。这次他看到我，表情很镇定，没了昨天的慌张。
可当我看到他头顶那个显眼的数字3时，我心态彻底崩了。老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来之前跟我说一声啊，我好安排学员课程。我看了沈国璋一眼，在健身房四处看，昨天的女人不在。沈国璋看着我四处瞧的样子，脸色平静地跟在我身边嘘寒问暖。我看着这个做了几年丈夫的男人，此刻竟如此陌生。偷腥的男人演技都这么厉害吗？趁我白天上班，竟然出轨3次。昨晚我差点把他榨干，今天他还能这样，只能说健身教练天赋异禀，是我低估他了，还是他平时对我有所保留。既然沈国璋出轨已成定局，我也不想跟他多说。我有点心理洁癖，外面的女人你可以想，但不能乱碰。我又看了沈国璋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你接着上班吧，我走了。”说完，我直接回家收拾行李，住进闺蜜家。闺蜜看到我拖着行李箱，吃惊道：“你跟你家老沈吵架了？”我点点头，把行李箱递给闺蜜。闺蜜帮我把行李箱拿进家，边走边说：“看你脸色，不会是你家老沈？”看我不说话，闺蜜脸色一变，我真猜对了，老沈在外面乱搞。见我还是不吭声，闺蜜大怒，拿起电话就给老沈打过去，劈头盖脸一顿骂。沈国璋在健身房上班，接到电话意识到出事了，赶紧挂了闺蜜电话给我打过来。我看着他打来的电话，直接挂断。他在打，我在挂，最后把手机设置拒接来电。晚上我跟闺蜜睡一张床，她想安慰我：“小妍，这里面会不会有误会？我看老沈不像那种人啊。”我摇摇头，不管有没有误会，他今天跟别的女人做了，还做了3次，你让我怎么想？闺蜜瞪大眼：“啊，你看见了？你连次数都知道？你家老沈这么猛，一口气3次，哎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我那个男朋友每次前戏一大堆，正是没几分钟就软脚虾。”我瞪了闺蜜一眼，这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？不过闺蜜头顶出轨次数也不少，我只能默默为她男友悲哀。好在有闺蜜陪着，我熬过了这个难熬的夜晚。第二天我照常上班，刚到公司就看到沈国璋守在楼下，见到我，他焦急地跑来狡辩：“老婆，你听谁说的？没证据不能诬陷好人啊！”我抬头看到他头顶数字从3变成6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这混蛋昨晚又出轨3次，一天出轨6次，怎么不去死？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一个人，直接走到沈国璋身边对我说：“好你个周小妍，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你竟敢翻脸不认人！”这人是沈国璋的母亲，我的婆婆王翠芝。看到她胡搅蛮缠，我也没好脸色。你儿子婚内出轨，跟别的女人鬼混，你说我翻脸不认人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可王翠芝一点不怂，反而提高声调大叫：“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不准我儿子在外面找人生？当年体检报告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就是个不会下蛋的鸡，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？你不觉得丢脸？我都替你丢人。”我冷眼看向沈国璋：“你呢？你也是因为这个出轨的？”沈国璋看着突然冒出来的母亲，一时气急败坏。他本来还想狡辩否认出轨，结果母亲这么一搅和，一肚子谎话都说不出口了。见沈国璋愣在那，我没理他和婆婆，直接打电话跟老板请假，转身离开公司。回到闺蜜家，我以为我会哭，可坐在沙发上郁闷好久，却哭不出来。这时一个陌生电话打来，我接通后是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我叫白梦婷，我们出来聊聊吧。”对方没多做介绍，但他知道我明白他是谁。我们约好见面地点，我挂断电话，梳妆打扮一番，来到约好的地方。我看到了那天在健身房见过的女人，现在只有我和她面对面坐在咖啡厅。我又打量她的脸，发现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白梦婷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白梦婷，是国璋的前女友，我们运动员时期认识的，那时她是省队短跑明星，我是她的专职营养师。”白梦婷看着我，露出胜利者的笑容。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让国璋跟你摊牌，没想到你的直觉这么灵敏。说到这儿，白梦婷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说实话，要不是你前天晚上突然袭击，我其实是想慢慢劝国璋跟你离婚后再跟我结婚。”我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沈国璋出轨还赖我了？”白梦婷一副无所谓的语气：“你要这么想，我也不反对。不过你前天晚上突然袭击后，国璋第2天找到我说要跟我做个了断，以后不再见面。”我没好气道：“他能有这定力？”白梦婷也笑了：“你倒是了解他，他自然没这定力。”我就说分手前想他再好好爱爱我，他就屁颠屁颠跟我去了酒店。你还别说，他昨天跟牲口似的，差点把我弄死。你是不是平时没让他满足啊？我看着眼前这女人自顾自表演，她脸上全是胜利者的嘲讽，但我心里却冒出个别样的想法，因为在她头顶，我看到一串让人惊叹的数字：1996。好家伙，如果白梦婷没结过婚，那就是她在交男朋友过程中出轨了1996次。这样的女人，要是真跟沈国璋结婚，对沈国璋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惩罚？我衷心祝福你，亲爱的老公。白梦婷还以为自己藏得好呢，那模样就像个骄傲公主，在我面前优越感爆棚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国璋跟你在一起，只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像我。
我知道你们咋认识的。其实那天晚上国璋揍那几个醉汉，是他自己喝多了，他把你当成我了，看到有醉汉调戏我，当然往死里打。第二天酒醒，看到你去派出所的看他，刚好那时候我把他踹了，你就成了我在他心里的替代品。你不会以为他真喜欢你吧？我看着白梦婷冷着脸站起来，你说完了吧？白梦婷笑，怎么破防了？受不了想跑。我回头瞅着白梦婷那小人得志的样，心里一阵恶心，想到沈国璋让我成了这种人的替代品，更是浑身难受的像被蚂蚁爬。回到闺蜜家，我冲进浴室，反复搓洗身体，直到全身皮肤红肿发烫，才裹着浴巾出来。没过多久，闺蜜下班回家，看到我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心疼地抱着我安慰：沈国璋那大傻子不值得咱伤心难过，你要是不爽，姐今天豁出去给你找几个帅哥助助兴。那可是姐养了好几年的备胎，姐自己都没舍得下嘴，属于备胎中的胚胎。我推她一把，滚滚滚，别拿我开玩笑，我没心情。闺蜜拿出手机，打开几张照片递给我看，姐没开玩笑，你看这个，大学老师教数学的，文质彬彬，又帅又有涵养。你再看这个 IT 精英，特别是他那一头浓密黑发，在程序员里鹤立鸡群。还有这个，不得不说，闺蜜安慰人有一套。虽说我对她这些备胎不感兴趣，但经她这么一闹，我心情真好了许多。在闺蜜家住了2天，我妈打电话来，我才知道沈国璋和婆婆因为我不接他们电话，把事闹到我爸妈那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拖了，直接打电话告诉沈国璋，让他拿着证件跟我去民政局离婚。婚房是沈国璋婚前全款买的，离婚倒也顺利，没闹得一地鸡毛。婆婆那边自知理亏，就想赶紧离了，让儿子赶紧再婚，好抱孙子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看着沈国璋，想说点啥，可话到嘴边又沉默了。跟沈国璋离婚后，我再没谈过恋爱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沈国璋那边倒快，很快就跟他的初恋白月光举办了盛大婚礼。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结婚动态，还留言祝他新婚快乐。能娶到白梦婷那样的极品女人，婚后生活肯定五彩斑斓，头顶一片大草原。偶尔逛街遇到沈国璋和白梦婷，沈国璋头顶出轨次数停在19次，这是我跟他离婚那天的数字。离婚前他跟白梦婷出轨19次，离婚后他恢复单身，跟谁睡都不算出轨。而现在他和白梦婷结婚后，对白梦婷一心一意，从出轨次数没再增长能看出来。但白梦婷头顶的出轨次数可就有趣了。不过我不可能跑去跟沈国璋说，有时候做个糊涂鬼也是幸福，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呢？谎言暖身，真相伤人。又过1年，我下班后约闺蜜逛商场，结果在商场遇到沈国璋爸妈，他们满脸幸福笑容，推着婴儿车，车里有个不到半岁的婴儿，睡得正香。王翠芝看到我，得意的笑，哟，这不是小妍吗？真巧啊！我看着王翠芝那得意的脸，不想理她，换个方向走。结果王翠芝在后面喊，怎么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不乐意看到我们家国璋有孩子？你这啥态度？我继续走，这种女人越理她越蹬鼻子上脸。哎，被我说中了，走那么快干啥？得亏当初我聪明，婚前就给国璋把房子买了，不然等他跟你这赔钱货离婚，我还得赔半套房子。你看看，没了我家国璋，谁还娶你？当初你要是好好求我，说不定我还可怜可怜你。算了，反正我现在抱孙子了，这种乐趣你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喽。看他越说越过分，我闺蜜受不了了，闭嘴！你个老不休，到底谁生不出孩子，你心里没数？我们家小妍当初……没等闺蜜说完，我就捂住她嘴，拉着她赶紧走，只留下王翠芝在后面嚣张叫骂。离开后，闺蜜甩开我的手道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咋还忍得下去？明明是他沈国璋。好啦好啦，这种事你觉得我瞒着他们好，还是说出去好？闺蜜看着我脸上的坏笑，恍然大悟也笑了，哈哈哈，小妍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忍气吞声的人，你这太狠了呀！我边走边笑，那可不，现在告诉他们真相，便宜他们了。按照王翠芝的性格，生完这个孩子，肯定还会催白梦婷生2胎、3胎，等苦巴巴替别人把孩子养大，我再好心好意告诉他们真相。你想想啥画面？闺蜜笑得肚子疼，你可真坏，难怪都说宁可得罪小人，不能得罪女人。你这小心眼，报复心真强。我撇撇嘴，我哪报复他们了？你可别污蔑好人。闺蜜，好好好，你最好了。等下我约了几个帅哥出来，你帮我瞅瞅。我点点头，你呀也该收收心了。以前那个小李其实蛮好的，对你一心一意。闺蜜，好什么呀？他除了能弄我一身口水，还能管啥用？你是身边有猛男，不知道咱日子过得苦。接下来几年，我陆续谈过几段恋爱，但都没坚持到最后。毕竟在前一段婚姻里受过伤，内心比以前更敏感，对婚姻更谨慎。男方对我也往往带着轻视，虽说嘴上甜言蜜语，但在他们心里，我永远是个结过婚的女人。2婚女性，
特别是30岁以上的，在婚恋市场没那么吃香。再加上我的特殊能力，很多男人连基本的道貌岸然都不装了，一上来就谈条件，好像吃定我了。混到32岁，在闺蜜影响下，我也看开了，既然找不到真爱，那就放纵。这人啊，思想一放开，生活就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我不像闺蜜在夜店里醉生梦死，我只是对身边男性适当降低防备，给他们点机会，获得两人的快乐。有特殊能力辅佐，即便交男朋友，我也能筛掉感情丰富的渣男，只跟相对洁身自好的发生关系。等对方真有结婚念头，我就像个捞女，提出一大堆苛刻条件，把他们吓退，然后换个男友继续生活。几年后的一个夏天，我跟闺蜜约好去水上乐园玩，正巧又碰到沈国璋一家。此时的沈国璋身边跟着3个孩子，大的都上小学了，小的才刚学会走路。白梦婷穿着性感泳衣，牵着2个孩子跟在沈国璋身后，一家人在泳池里打打闹闹，那画面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得很呢。看到我，沈国璋和白梦婷都愣了一下，随后沈国璋冲我礼貌又疏远地笑了笑，就被白梦婷挽着手走向别处。闺蜜在我身边看着沈国璋远去的身影说，你真不考虑把真相告诉他？我耸耸肩，我是女人，女人很小气的。回家后，我从电脑里找出一份陈年文件，拍下照片发给沈国璋和他妈妈王翠芝。没过几分钟，王翠芝就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，周小妍，你是不是看不得我儿子好？你弄个这文件想扰乱我们家，你给我小心点，再作妖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我冷笑道，行啊，报警啊，我这还有当年医院开的原件呢，我不怕跟你闹到警察局，就看你嫌不嫌丢人。王翠芝彻底破防，周小妍，我挂断电话。很快沈国璋又打来，小妍，你何必呢？弄个假文件对你有啥好处？再说我都有3个孩子了，你想用这方法跟我复合，不觉得幼稚吗？我听着沈国璋沉着冷静的声音，知道他还觉得我在说谎。我对着电话慢慢说，其实这是我原本打算瞒你一辈子。当初我跟你去做婚检，拿结果那天你要去北京培训，我自己去的。检查结果是你有先天性不孕不育，可我怕你想不开，就跑到公司楼下复印店，把我改后的检查结果打印一份拿回家给你看。你当时信誓旦旦说，就算我不能生孩子，也会爱我一辈子，不嫌弃我。结果结婚才2年，你就跟白梦婷搅和到一起。更可笑的是，你跟我离婚的理由竟然是我生不出孩子。哈哈，我生不出孩子，你知不知道你死经率超过99%，做试管婴儿失败率都超99%。听到我的话，沈国璋道心全崩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都有3个孩子了，梦婷那么爱我，她不可能那样对我。我对着电话发出魔鬼般的摧残，这些年你就没怀疑过，为啥你的孩子跟你长得不太像？沈国璋吼道，那是孩子长得像吗？我发出作的可怜声，你要这么想，就继续自欺欺人吧。反正我们当年在大医院做的婚检，这才过7年，人家档案里资料都还在，你随时可以去查呀。我当年给你的那份体检报告是我在打印店花2块钱打的，是真是假你去医院一趟不就知道了。你也真可怜，白梦婷是不是经常跟领导去外地加班？是不是经常你下班回家了她还没回？她是不是经常睡闺蜜家？你别误会呀，我这都是瞎猜的，要是真猜中了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最后再说一句，做人大度点，对那3个孩子好点，毕竟人家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爸爸不是。听到电话那边沈国璋愤怒地摔掉电话，我心满意足地挂断。没错，当年刚结婚时，我为维护沈国璋作为男人的尊严，伪造更改了婚检报告，把他的不孕不育改成我不孕不育。我想着夫妻一场，挺身而出，帮他承受压力，免得他因这事自卑。结果好心换来老公和婆婆的背叛。现在沈国璋和王翠芝过上了他们理想的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，却被我无情戳破。一个不孕不育的男人，家里娇妻给他生了3个孩子，多讽刺啊！更要命的是，白梦婷仗着生孩子的功劳，这些年不声不响把他们家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。白梦婷手握3个孩子抚养权，房子也是自己的，根本不怕闹离婚。王翠芝气得先住医院，后住精神病院，精神状况堪忧。后来听说沈国璋还是离婚了，原因是他染上性病。不用说，肯定是白梦婷在外面胡搞，自己中招还祸及家人。若干年后，我在街头又遇到沈国璋，这时的他成了邋遢的流浪汉，精神都不太正常。看到我，他眼神躲闪的狼狈逃窜。此时我老公搂着我的肩膀问，怎么了？我笑着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去接孩子放学吧。或许是天道轮回，我最终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位先生。即便面对我严苛到近乎无理取闹的结婚条件，他依旧心甘情愿付出，甚至跟家里人闹翻。用闺蜜的话来说，一个男人能舔成这样，一个女人这辈子也值了。我牵着丈夫的手，在金色夕阳下慢慢朝着学校走去，2个人的身影在街道上越拉越长，直至消失不见。